些差异，就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这场 BO5的比赛。 DCG 教练会不会给长山 UUG 在阵容上选的跟第一阶段比较相似，还是说依旧保持在2阶段的这个上野上的英雄组合的搭配，就是坦克和战士或野核和坦克的这种组合？蓝色方的长山 UUG 一上来是搬掉了沈梦溪以及海月，而苏州快手的话则是搬掉了杨戬和静。静这个英雄也是云离在这个赛季频繁拿出使用，并且能够帮助队伍吃分的6战4胜的英雄。那这么一来，鲁班大师放出来了。对。 而且这把海月没了，鲁班大师放出来的话，站在长山 UUG 这边来讲的话，是可以考虑选的。之前他们有拿过3次，但只赢了1次。嗯，那他要选的话，快手这边没有，除了没有镜以外，其实是有裴擒虎，反正众多野核可以去打的。 对，目前鲁班大师在蓝色方先选的话，就只有2条路可走，一就是我埋头苦选父子组合，另外一个转艾琳。对，转艾琳来打。你比如说在这局比赛，快手如果要是选择狄仁杰的话，他是可以考虑转艾琳打对线的。对，可以打对线优势。而苏州快手的话，他们选择了裴擒虎，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在打野的位置上有2个独立英雄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句号他是有3把橘右京的100%胜率的英雄，他是可以拿出来打老虎的，而云离的话，他打虎英雄凯。 在这个赛季拿出来4把胜率，只赢了1把，而且云离没有用过橘右京。对，而且云离也没有用过裴擒虎，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站在苏州快手这边，我倒是觉得他们的 BP 在打野的位置上更好选一些。是的，更容易做。而且凯这个赛季打裴擒虎的胜率不高啊，没有大司命高，大司命有大概70%左右，而凯的话打裴擒虎对位就只有大概30左右。杨玉环，裴擒虎打凯还是。 主要是以灵活为主嘛，就风筝着凯去打。UG 算是拿到了这个版本的鲁班父子3件套了，就是凯带着父子组合。之前的话，很多队伍他会选择把凯直接处理掉，不给你凯加父子。而苏州快手的话，他们这个阵容目前也几乎选出了打父子组合的3件套了。对。 UG 还搬了个关羽，这把关羽我感觉两边都可以用。如果 UG 能拿到的话，对右边的这个阵容摧毁还是非常严重的。对，而且 UG 也把老虎加上狂铁的这个组合给它拆掉了，也没给。然后苏州快手的话，则是在最后一手搬掉了不知火舞，然后在中路的位置搬了一个开团手的一星，还搬了个火舞。他这种夏洛特搬的也挺妙的。目前来讲，苏州快手这套阵容确实遇到这夏洛特有点无解。我在想的是 AOG 又搬了嬴政，嬴政两边都能选，但是嬴政这个点拿出来之后，快手阵容就会没有特别强的开团，主要以拉扯消耗为主了。对。但我在想的是，流浪之前玩杨玉环其实玩的比较多呀。他们把这个杨玉环目前做摇摆，就给子阳看，如果对面的阵容没有特别强势的话，那子阳这里完全可以拿一个纯开团的。是的，这个赛季的话，子阳在开团辅助上的造诣还是非常深的，尤其是他的鬼谷子100%胜率，而且流浪的杨玉环的话，在这个赛季也是4战4胜嘛，所以这个杨玉环完全可以摇。而 UUG 的话，苏州快手这边并没有选择4攻阵，而是选择了一手达摩来预判对手的4攻阵。他是补了一个先手然后也稳定了一手开团。这个达摩也有可能会和待会儿要选的，万一这个杨玉环走中，他选一个游走做联动。但左边有一套鲁班大师配王昭君，这个反手非常厉害啊！虽然他这把打先手不是特别好用。西施这样的话就是游走位的杨玉环，然后中路位置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缺少阵容的开团性。 那么有一手西施就完全可以补充了，而且这种西施的话，并没有被对面。万一这是子阳的西施呢？子阳也用过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子阳用过一把西施嘛？对这个对位张良。对，这个赛季的话，一共在苏州快手这边是2把西施，一把在中路的位置，一把是在游走的位置。就一把西施。流浪这个赛季还没用过西施啊。 是的，他这个赛季还没用。对，这是第1次用。其实西施走游走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他视野不好站，没有这个杨玉环舒服，就他很容易被开，他没有自保能力嘛。对，所以正常这2个英雄选一起的话，杨玉环走游走的概率还是会更高一些，除非真的是这个游走位选手精通西施哈，绝活西施。因为子阳大家都知道嘛，知道子阳以前过往的都知道他其实最早是中单，但我觉得西施目前的熟练度肯定是流浪更高一些。对。 这个阵容选下来之后，快手这边也弥补了整个阵容上的一些留人能力或者开团能力的缺点。
但是在阵容完整了。对，但是在阵容的这个强度上，长山 UUG 虽然强度更强啊，但他一定要小心的就是关于苏州快手的这个西施的前点控制。他把他拉回来之后，敌人这一张黄牌，其实很容易把人给造成击杀。对，很容易打掉点。而 UUG 这个阵容，他双边吃发育，然后中路是个放线的王昭君。这个王昭君主要是和鲁班大师做配合。对。但是王昭君跟鲁班大师一旦上去开团了，如果到后期打起团的话，鲁班7号就成为一个没有人保的局面了。所以到时候特别需要重阳自己做判断了，什么时候该上去跟王昭君主动上去留人，什么时候该给链子站在后边保。重阳他其实开团能力他开团主动性还是比较高的。像这个赛季的话，他在游走位置上，他的开团次数是27次，排在了游走位开团次数的前3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总的来说，重阳他的参战的开团能力的话，也是和子阳完全持平的嘛。就是在小规模团战上，他和子阳都是在这个赛季一共总计开了17次的团，小规模的战斗。所以看看这局比赛他能不能把这个方面给他衡量好，因为父子组合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攻守必须要有序。对的，你不能开的时候是千万不能开的。你如果开了的话，被苏州快手这边侧翼的人给他盯住了，你父子组合鲁班7号是活不了的。这场 S 组的较量，对于长山 UUG 来说，到底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 BO5能够拿下来，还是苏州快手冲击到自己在 S 组的第2个大场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双方 BO5的第1局，蓝色方长山 UUG， 红色方苏州快手。我是主播瓶子，我是解说潇洒。做好准备，全军出击。看开局正常的分线。两边打野换血。从对线角度上来讲的话，这把苏州快手其实做的还是挺凶的。然后裴擒虎帮助中线也能够把中线理到手，然后紧接着达摩在上路打司空阵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下路的话，杨玉环加狄仁杰打父子组合也是一个线优，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苏州快手做了个3线优。但是下路的位置，重阳跟子阳2个人换了一波状态，打出了子阳的一个闪现，再给他直接打到了残血，再来一个闪现接普攻，润润拿到了1血，非常快，1分钟不到，下路的父子组合居然先拿到了1血。现在大家都对出经验来了，因为碰见这个组合碰见太多，而且云林趁这个时候直接去把裴擒虎的蓝 buff 收了，因为他知道裴擒虎进了自家的山豪，去把山豪反了，那裴擒虎刷野速度就慢了。这样的话，开局上长山 UUG 因为线上的选手更是发挥，打出了效果。但这一波的话要被拉完了以后，让句号把这个 buff 又拿了回来，并且对云离造成了一波击杀。说实话，贪了呀，云离，他反完 buff 已经很赚了，他就可以走了。第一时间不走，还去反小野，对，耽误了时间，导致了被流。但是刚刚子阳他其实是想卖的，因为流浪就在河道的位置赶过来啊，但流浪还没有完全就位的时候，他那个血量就已经扛不住了。他吃了个沙嘴炮，接上润也反应比较快，就直接上去把他给杀了。没错，本来他是想上去勾引一波，然后让流浪西施过来打后续的。其实还是伤害没有计算好，他没有想到那个沙嘴炮就直接中了。他跟鲁班7号保持了一个距离，但是鲁班7号的沙嘴炮无视你保持了这个距离。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还有一支队伍来说也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成都一长安会。如果本场比赛长山 UUG3-0苏州快手，或者苏州快手3-1或者3-2的长山 UUG， 此时成都一长安会将会锁定第3轮的 S 组和年总的大师组。是的，条件有3个，对，3种都达成1种都可以。没错，看这一波，就是子阳其实可以走了，但是他没想到，他这个时候想上去再消耗一下，但是被插嘴炮给命中了，然后紧接着润润很快的交出了闪现。是的，这么一看，他是吃了草里边鲁班7号的一个被动。再加上沙嘴炮，像下路的红隼也是长山 UUG 的，但是云里倒了一波，但是云里倒了这一波呢，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发育，他还是想进野区啊。对，他的野区刷新的更快一些。接下来
目前的，因为双方打野在前面的话都是各死一次嘛，所以导致了双方的裴劲武这一波的话也并没有能够拉开很大的经济差，而老虎打凯的话是需要有大量经济差，上路这一波直接动手了，给一波控制，西施再接一个拉，这是达摩加上西施两人的 combo 组。虽然王昭君也在身后，但王昭君动手达摩的时候，自己家的司空阵就输出点已经倒了。上路的这一波2打2。 还是快手打的会更好一些。那这样一来，上路要被压住了，经济差有点多。然后下路的话，这个塔被磨1半的血量，马上刷龙。但是凯跟王昭君先包过来了，站住了河道，而达摩发现了凯的蓝 buff， 这样句号的反应就是不去打龙了，直接去反蓝换节奏，跟你打反节奏。 然后上路的话还可以断一波线，然后把司空阵给拦走。那 UUG 就必须想办法把下塔拿下呀。对，司空阵就要转中去护住中1塔，这样这个换节奏方面的话 ，UUG 也没有显得那么亏了。今天的 UUG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苏州快手他还是比较喜欢去往对方路打的。这个位置拉到了，是的，云离还好有大招啊，要不然这波必死无疑。是的，杨一环的2闪。 接上西施的控，但可惜没有把这个凯控死，让他开出大招了。这是有一波我们没有看到裴擒虎怎么死的。1闪接王昭君的，在中路的位置被一套连控到了。因为刚刚裴擒虎那个位置阵亡，确实是让我当时在想什么时候死的。我也当时在想好像没有这个画面。 鲁班纳是3级的时候跟王昭君接了一波 combo， 是的，把他给击杀掉了。就正常来讲的话，鲁班纳是4级是比较好接的嘛。我说刚刚那一轮野区怎么裴擒虎慢了那么多？对呀，就是裴擒虎。我说看凯双 buff， 裴擒虎1个 buff 都还没拿完，凯还进了裴擒虎的野区看了一眼你的红。就因为凯他那一波阵亡之后，老虎把他带走，拿了一个人头，然后抬头再一看，这老虎经济怎么比凯还低？但现在经济是超起来了。对，这波其实掉到了鲁班纳士接黄牌，但没有接上杨玉环的控制。 现在流浪的这个西施就可以打得更加主动了。凯这个英雄打裴擒虎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他的速率实在太慢了，追不上裴擒虎。对，只要裴擒虎不跟他正面硬刚，那他就不怕凯。但是凯选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配鲁班父子也是为了在团战的时候能够让鲁班父子 有更开阔的这个团战视野，凯更能往前顶。只不过快手的这套阵容呢，特别容易让凯开不出大招就死掉，所以这把云离还是有点难玩的。是的，他是个劣势的凯，经济非常低，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倾斜给他经济了。就凯啊、大司命啊这些，包括梦琪吧，我认为在中轴的位置上选一个西施，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克制效果。对，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啊。 就他非常考验你大招的一个释放时机，什么时候用大招去规避掉一波致命的伤害。现在就是 UUG 站不住中路河道了，只能缩回野区，尽可能保 buff。快手也没有强攻的意思，还是稳着打。快手这个阵容，打自己的小节奏。 对，一点一点的转，对，慢慢玩。他们现在已经把双边的1塔都拔掉了嘛，他这阵容带线其实比较舒服，双边线是他们的优势啊。正面想要去强开，拉回来，一波起火，王昭君接大招，拉到了流浪，流浪是没有办法拉断鲁班纳士这个链子的。重阳这波机会找的真好啊！他前面其实站的有狄仁杰有杨玉环，他就不开，他知道你们俩都有这个反制我大招的技能，他就直接找身后藏在身后的西施。 就找一个你没办法反制我的嘛。虽然你有闪现，但是我也有闪啊。我只要敲到你的脸上，你的闪现拉开就行了。但是快手这里也是趁着 UUG 交了一波技能啊，直接把你中1塔给磨了。对。杨玉环大招没了，那重阳的鲁班纳诗大招又好了。其实这波中1塔掉的有点草率了。就刚那一波，苏州快手虽然说是被开了一波。 但是他们在往中路压这个1塔的决心和他们执行力，就是慢慢磨吧。狄仁杰利用被动，加上裴擒虎利用人形态强化普攻，一直去磨。然后 UUG 的话刚好在理自己的野区，然后塔下的布防又是比较松散的。
最终还是被苏州快手把这个防御塔给磨了。而且前面一波击杀西施，这王昭君还是交了大招的。对，看这个龙，这条龙想抢，最后句号也把龙拿到了。狄仁杰就是闪现很跑，砍一个2技能上去，再砍一刀给个1技能，狄仁杰就说交2，然后紧接着西施回头给个1技能拉一下，但是砍实在太弱了，人打不动。狄仁杰不敢输出了。对，那看达摩过来了，也没有什么机会。拉扯一下，这波打完，感觉下一波交手要放在10分钟暗影暴君刷新了。10分钟那一波，这波打完，狄仁杰没闪了，王昭君也没闪，两边都要等一下关键技能了。但是这么压的情况下，这鲁班7号的发育还可以。哎，这波蹲草掉到了鲁班纳什。这种画面就只能让云离过去探，其他人不能探，因为云离过去探的话，他抵抗鞋，然后自己如还有机会能扛住。你换鲁班纳什的话是必扛不住的。而且快手他的作战能力，就这个阶段作战能力是比 UG 要强的。他围绕先着手成本会低一点。对他围绕着流浪的这种西施嘛，然后蹲草藏视野，然后找机会给他的成本很低。再加上他刚刚转的速率非常快，刚刚是在快手蓝区那边打了一波团之后，快手立刻集结人手，然后转到在了对面的蓝区。对，就是打了一个 UUG 从自家蓝区往回走过来守中2塔的这个时间差，然后他就藏在那个草里了，打了出其不意。就站在 UUG 的视角来讲，我是看不见人的。又来了，又是一波拽到了云离，云离被打到了残血，一个闪现过去，子阳跟了个大招收掉了凯，然后紧接着老虎跟过来给一口，看能不能还能再咬一下。鲁班就要推了个撒水炮，但最终还是要死。老虎在这半条又咬到了鲁班纳什的身上，鲁班纳什的位置看能不能走得掉。然后紧接着达摩跟了过来，接一个2技能，最终让重阳的头被句号给拿下，拿到了双杀之后再来一口，直接一波又带走了明仔，3杀到手。4公正这波过来不得不开大招，看能不能把 BJ 给清掉。清掉了，但自己要死，自己要用命来清这波线的，最终。自己也倒地，场上 UUG 被苏州快打了一波团灭。对，因为快手这波突如其来的进攻啊，真的是打了 UUG 一个措手不及。先是中右草，他打掉了一个凯，然后往前追，鲁班7号也死了，跟杨玉环换了。再往下追的时候，发现有波兵线晕倒高地了，那快手当时的念头肯定是想一波的。对。然后老虎刚好扑进去，把这个首线的王若君扑死了。来看一下这波啊。看杨玉环这个2技能配合上西施掉，云离这个凯他不舍得交大招，然后鲁班纳什这波上去之后想要做拆火给大招，但是没有能够拉到人，然后紧接着这时候想跑，鲁班7号就在旁边，鲁班7号跟他的位置又属于重叠的，对，叠位了，点链子也拉不开啊，导致后边被追击，然后就这波句号上去把王昭君杀，就感觉想一波了，是的，就导致了阿蛋的4空阵必须要用命把兵清掉，但10分钟这一波一打差距巨大。5000多的经济差了，我感觉 UUG 在探这个右草的时候，他们应该想得到对面会蹲他们一波先手，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准备好。如果对面动自己的先手，我该怎么打？对，理论上是他抱着对面会打自己前排这种想法，让凯在第一时间被打的情况下直接开大去扛，然后身后的鲁班7号去跟对面站得比较近的人去换血，这样他才能不亏。但是现在苏州快手的这个阵容，它是可以给你拉扯的。对，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几波，尤其是打云离这个点，比较能够明确的看到的画面就是流浪把人拉过去，然后 UUG 他们阵容就是比较脱节。凯到前面去探视野的话，就会被人先打一波撞弹。中右草那一波，云离就直接被打残了，强行让你脱节啊。中路高地也推掉了，再转上，感觉 UUG 上高也守不住，只能守水晶了。鲁班7号目前这个画面也不是很敢往前去扫太久，容易吃到狄仁杰的大闪。他也怕吸狮子了。是。逆风了，感觉对面每一个控制技能对他的威胁都是致命的。流浪这波把闪交了，但是节奏没有继续。面对鲁班纳什，流浪也做出了挥跃，而裴擒虎的话，2技能的折返跳也可以拉断链子。达摩的话，鲁班纳什也不是很敢拉，你这不等于是帮达摩省个闪？现在鲁班纳什没人可拉了一个2闪，定到了王昭君要求闪现。哎，想让杨玉环跟西施再接 combo， 但是这个杨玉环的控制时间有点短。他前面在草里确实好接，但是这种你闪现去跟对面是有反应空间的。对，而且西施1技能下落也是有一个时间的。鲁班7号还是做出了破晓，有1万经济。
这把 UOG 其实他的经济分配做的挺合理的。逆风之后，把所有的经济都堆到鲁班7号身上了，边路让司空震一个人去处理，那他就不能出事。对，他是最大的输出点，他不能第一个倒。对，他得活到最后。其实就是小心西施，就西施这个点他们目前很难处理，其他的点都好，都能预判到。现在的苏州快手在这蹲着，想等人，等人出来带线吗？等人出来看野区。没有资源的话 ，UG 是不会出去的。而且我觉得这把3高被破了，打右边这阵容，他们最好是能拖到20分钟再出去，拖不到20分钟，我就在家里，对吧？这之前的龙我都给你。对，快手是真的很稳啊，在这种情况下等野区，然后等龙。 兵线的话也不主动往里送了，对，就把线卡在外面，都卡在了2塔前，这3线卡的齐齐整整。子阳这里随时可以换一手奔狼的，如果你敢带边线的话。对，然后把暴君一拿，正好中下的2波兵线一起进来，老虎再去理一下上线，然后上路的话形成了一个阶梯线，然后中下完了之后是上完了之后。 上中下3线又来了，等于是这一波带了6波线过来，但是前排的2波线已经先被 UG 给清完了，然后上路这波线也被清完。我觉得快手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尽可能把边线运进去点水晶赢我就赢了，尽可能避免跟对面发生。这波如果2闪想动手了，打一波凯开大招往前挤，然后往回退一下，鲁布纳斯给链子转，没有转到裴景虎，裴景虎拉扯了开来，杨元华回头给个2技能定一下，达摩过去一拳送到队友的脸上，然后紧接着先打中鲁班7号的一个复活甲，但达摩自己要倒了，鲁班7号站出来还是要倒，是的，而鲁班纳斯也被西施给带走。但是看司空震这个位置还能不能点得过，应该有机会，但老虎站了起来，回头在人现在给一波带走了2弹，紧接着句号拿到了3连决胜之后。 此时的明仔想要预判老虎扑脸，往脚下放了一个2技能，但是老虎非常稳健，但是这波扛一个泉水炮打碎了明刀，2技能再加一个护盾，最终还是被明仔1技能给收掉了。但是兵线进来，敌人一个大闪，这种配合流浪的西施带走了最后一个人，团灭 UOG， 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哇，这快手这阵容打的，后期他们在蓝区2个人站着不动，红区3个人站着不动，给我的感。